我是大晋有名的丑女，自我出生时便被绑定了系统，只要我舔周河20年，就能去掉胎记，恢复容貌。为了变美，我豁出名声，苦追周河20年，供他读书赶考，为他母亲重金治病，甚至不惜追到京城表白，而他始终无动于衷，甚至对天发誓，要日后用钱财与我两清。高中探花那日，他的母亲羞辱我貌丑无颜，配不上他，而他站在庭院中一言不发。我轻笑了声，3日后，我便能解除诅咒，与我早看好的小郎君成亲。怎么，你还想真嫁给我们周河不成？也不看看你这张丑脸，便是嫁给城东的张屠户也嫌磕碜。看着眼前满脸不屑、极尽恶毒之言羞辱我的周母，我心下讽刺他。往日我给他送肉送米时，他如何温柔慈爱，一口一个小童教的热情，还曾因为邻居笑我的胎记而与他相争过。那时我甚至觉得他是待我真心好的，哪怕周河对我如何避之不及，我付出的真心总是有人能看见。是啊，堂堂探花，若是真有个这样貌丑无颜的未婚妻，简直遭人笑话。往日从不与周家来往的姑侄家的媳妇，在周河高中探花后，恨不能日夜前来给周母捶腿作揖。此时他更是扶着周母的手，当着他数落我。周母对这些亲戚的巴结示好，自然有一招得势，一雪前耻的畅快。然而我没有如他们所愿的暴怒，或是撂下东西就羞愤而走，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，便拎着食盒要进门去找周河。周母被忽视，顿时怒了，冲上前拦住我。你当真没脸没皮，一定要缠着我们和儿了？我告诉你，他如今和尚书家的女儿来往得正好，你休想破坏我儿的大好前程。我讽刺一笑，看着周母身上丝绸的衣衫，这些话你10年前吃不起饭的时候怎么不说？话音刚落，脑海中传来机械音的警告：宿主不可对男主身边人不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不肯罢休的周母，挤出一点微笑。我就是铁了心要嫁他。说罢，不给他拦住我的机会，迅速走去屋内。周河正在桌案前认真读书，似乎根本没注意到门外那场快要将屋顶掀翻的羞辱。我也没在意，像是毫不伤心一样，给他不好菜，等他用饭。周河抬起眼，在我脸上划过一瞬，像是被刺痛一般迅速移开。10年了，他还是很介意我的胎记。母亲那些话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他缓缓道，似乎像是安慰。我扬起一个笑脸，放心吧，只要不是你亲自赶我走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他又道，尚书大人的女儿，不过那日宴席见过一面，是母亲夸大。我相信你。看着我坚定的模样，他失神一瞬，却到底没有多说。用完饭，我收拾了餐盒便要出门，却在弯腰的时候，从怀里掉出一个绣了鸳鸯喜字的荷包。周河捡起荷包，看清图案时很是愣了一瞬，我连忙把荷包抢回来，脸上泛起点薄红。这个不是给你的。周河了然，当我是在害羞，哑着声音道，小童，我现在刚去翰林任职，还没有成家的打算。我闻言失落地低头。周河，可我已经20有4了。屋内沉默许久，走出来的时候，院子里的周母对我没什么好脸色，我没有在意，甚至还给了她一个笑容。他一愣，啐道：“没脸没皮。”我把那荷包收在怀中，只觉得欢欣雀跃。刚刚差点被周河发现我藏在荷包里的小象，给我紧张的快吐了。还有3天，我的任务就能完成了。我自小便有一块横贯右眼的巨大胎记，我因此受尽冷落嘲讽。哪怕爹爹是当地郡守，待我如珠如宝，却仍旧饱受白眼。在我7岁那年，我被绑定了一个系统，那时我才知道，这个位面的男主角是隔壁村穷困潦倒的周河。我身为一个倒霉配角，因为男主需要前期资源累积帮助，而被系统选中。自此，我背负了丑女的诅咒，只有一路给男主当舔狗，扶持他走到京城高中探花，任职朝中，才能解除诅咒。而如今却是10年之期的倒数第2天，每天数着日历照镜子，我想到系统承诺我不仅可以将我的胎记去除，还会加补焕颜霜塑形药，我顿时心里美滋滋。只是这个关头，周河却还要闹幺蛾子，邀请我与他一同出席京中贵子贵女们所办的兰烛宴，还嫌我这副模样不够遭人奚落的吗？奈何期限前，我不能做出违背舔狗人设的行为。想了想，还是戴着面纱赴约了，多少遮着些，在京城留些颜面。然而跟着周河刚一进园，就遭到无数人目光的洗礼，或是嫌弃打量，又或是嫉恨。自我入场，一个容貌清丽姣好的女子便一直盯着这里。她衣着华美，身边围着一群贵女嬉笑，想来身份不凡。听旁人交谈才知道，她就是那个看上了周河的尚书家小姐江慧。最后2天，我不想再出什么幺蛾子，规规矩矩坐在宴席末，与周河也很是隔了一段距离。周河愣了瞬，却没有阻止我，吟诗作对，觥筹饮酒。几个回合后，几个公子哥醉了，便拉着人投壶比赛，周河也被邀请其中。他虽不善此道，但到底是这个位面的男主，几番下来便得了其中精妙。这时场上只剩他与江尚书的小儿子2人，临时一起终究比不过公子哥的熟手。周河落败，江泽却向他讨要个彩头，周河也没有败了大家兴致，拱手道：“
江小友请讲。倒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便是替洛邑各家未婚配的小姐问问，周大人可有婚约在身，可有心上人？周和一愣，一瞬间，许多人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朝我飘来，我只看着周和，等着他的回答。周母不曾婚配。那些目光一瞬间成了奚落，我坐立难安，这些目光如同针刺一般。好丑，好可怕！鬼啊！明明现场很安静，可是四面八方全是嬉笑的声音。我捏紧拳头，从小到大，这些声音如影随形。我以为坐在末位藏着躲着便好，可就是有人要把我从黑暗里捞出来，非得将快乐建立在碾碎我尊严的基础上才畅快。江泽得意一笑，就在此时，不知从哪儿伸出来一双手，将我的面纱狠狠扯落。我惊呼一声，却惹来更多人的关注。这也太丑了吧！好可怕！为什么这种人可以进来啊？真恶心！是谁带他来的？又来了！明明过2天就一切都好了，我绝望的捂住脸想逃，身后却被不知道什么人挡住，只能求助的看向周和，这个在场我唯一认识的人。然而，像从前许多次，他低下了头。我突然讽刺的笑了声，也不再费心遮住自己的脸。明明早就不期待了，怎么会突然看向他？从前我就是这样一次次指望他，求助于他的。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，在我被他母亲奚落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厌弃我，欺辱我。这个我用了10年陪伴扶持的人，很多次真心假意混着给的人，却从未偏向我，次次做了压死骆驼的稻草。任务结束倒计时，滴，脑海中系统的机械音突然响起。闻言，我突然就没那么害怕了，甚至能拿起酒杯嘘嘘敬了所有人。兰竹之宴里，却无一人有兰竹之心，全是腐朽浅薄之辈。那杯酒我没有喝，反手在所有人面前倒了个来回。他做什么？敬死人嘛！咒我们啊！我转身离开。任务结束，只剩最后12个时辰，周和却又叩响了我宅子的门。当初为了追他赶考，我在京城咬牙租了个2个院子，更大更舒适的那个给了他和周母。他这么一敲，我倒想起来了，走前得退租。开门迎他前，我给眼角挤了点洋葱水，顿时红了眼眶，一看就是伤心悔了。小童，你哭了？周和有些手足无措，伸手想给我擦眼泪，然而我迎着脸，他却不敢碰了。那块胎记像一道长长的疤，将他所有的爱怜之心分隔于外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心中笑他的无能退缩，面上却是一片伤神之色。今日的事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他递来一块帕子，我心中冷笑，对不住？那他对不住的事可太多了。然而我还是接下帕子。任务结束前，我不能崩人设。周贺，你想过娶我吗？我突然冷不丁地来了一句。周和一愣，他嗫嚅着，像是陷入了极大的纠结中。他没有想过，只是因为我问了，不得不想。我淡淡笑了声，一副心如死灰的模样。周贺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你知道的吧？泪水滚落腮边。10年至此，为何你还是不能对我动心？他茫然的伸手，却到底退了2寸，只接住一点滚烫的泪。关上门前，我叹息道：“周和，我今年20有4了。”周和在外面待了多久，我不知道，只是我在屋内忙得热火朝天，打包这个，打包那个，回去变成美女时要穿的鲜艳衣裳。京城的款式终究是要新奇些，给爹带的一套上等茶具，娘的贵妇美容膏，再给我的小郎君带个玉佩。子夜过时，系统的声音如期而来，诅咒解除。我迫不及待冲到金子面前，看见一张陌生又熟悉的脸，清丽婉约，柔美皎白。我又哭又笑，在镜子面前坐到天亮。晌午，我便坐上镖局护送的马车，启程回乡。周和那里，我昨日和他戏演的周全，又留有退路不得罪他，又为自己的离开找了充分的借口。走前最重要的是我没忘和京城2处宅子主人退租。马车上翻出爹娘早给我相中的小郎君小象，我嘴角微微翘起。在下一届商贾，姑娘却是官家小姐。容貌俏丽的郎君将我的玉佩推回。无妨，你娶了我后有官可做，我嫁给你后有钱可花。我按着郎君的手推回去。我开酒楼，每日结交3教9流，恐辱姑娘门楣。他眯着眼笑，将玉佩推回来。我与他暗中较力，脸上堆着笑。我于闺中读书之秀，日日无聊，就等荣老板这样的有趣之人与我结交。荣只咬着笑，然而不等他再想什么推脱之语，忽然掌下一松，那块玉佩生生地被推碰成2块。我望着那碎成2半的玉佩，神伤道：“若你不喜欢，直说就好，何必毁了我祖传的玉佩？”说罢，哭着出门。回府的马车上，丫鬟小桃有点懵：“小姐，咱们府上何时有过祖传的玉佩了？这事老爷知道吗？”我眯起眼笑：“诈他一诈。”小姐真坏，不对，小姐真聪明。我懒洋洋地靠在软垫上，心里无限放松。终于甩了那个该死的诅咒，也终于不用深陷被命运锁住的感情。单方的爱有什么用？爱要推拉交手才有意思。
荣植是仅1年才来锦城开酒楼的商人，没见过我从前的脸，容貌出尘，八面玲珑，可就是太八面玲珑了，言语交手间像条滑不溜秋的泥鳅，不露任何破绽。我连着去他天字号雅间吃了2个月的饭，才得以见他一面，连着送诗送花1个月，他的开场白仍然是姑娘点菜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然而马车走到一半，却被拦了下来。车帘外，一个熟悉又傲慢的声音传来：“叫连城童出来，我儿有事交代他。”小桃挑开一点车帘，外面站着的竟然是背着包袱的周母、姑媳2人，趾高气昂地拿着信，不知道以为是带了圣旨回来。周和有事找我。周母不满道：“见到长辈不下车说话，你的教养和礼貌呢？”我眯眼笑道：“可是伯母当时为了2两腊肉追着我府上的车马，于里摔了一跤起来时，还叫我不要雨天下车，脏了鞋袜。”周母顿时脸色一变，又要发作，她旁边的侄媳妇却拉了拉她的袖子。周母这才忍了下来，不过语气依旧不善，一副威胁施舍的态度。和儿的这封信你还要不要啦？伯母若真宝贝，那便自己留着吧。我微微一笑，叫车夫启程。他这才慌了，急忙要到车马前拦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碾死我吗？他怒道。和儿可是在信中嘱咐你好生伺候我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我说这个周和平白无故给我写什么信？想来是他如今刚上任修撰，没有钱续租我的房子，又不愿苦了他母亲，这才差他回来让我好吃好喝的照顾着，还摆出一副理所应当的态度，着实荒谬。原来有系统任务制约我，不得不对他低声下气，如今哪里轮得到他与我蛮横？我一个眼神，小桃便探出头去，大声道：“大婶儿，你拦在路中间乞讨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一会儿马车溜了轮子撵上，你可如何是好？”车夫很是配合地松了松缰绳，马儿带着车向前2步，3尺都没挨上，周母姑媳就连忙闪开，马车扬长而去，车帘被风掀起一点。周母这才看见如今连成桐的脸，那块骇人的胎记竟然凭空消失了。她连忙拍了拍身边的侄媳妇：“我没看错吧？”侄媳妇儿却一脸郁闷：“姑母，现下我们住哪儿啊？不能回你原先那个破草屋吧？”听她这么一说，周母脸上挂不住了。等我连夜给和儿写信告他的状。我在家中等了3天，终于等到了荣植的赔礼。男人今日穿了身晴蓝焦白色的织锦袍子，立于庭院树下，当真是无限风流俊秀。连城姑娘见我出来，他优雅作揖。我捏着帕子，渲然欲泣。我本是不打算见你的。小桃连忙接下一句：“因为你上次伤了我们小姐的心。”我点头，梨花带雨。可是小桃苦苦哀求我，说是你在门外苦等，只想见我一面，我便只好来了。荣植嘴角抽了抽：“是，在下今日是来赔礼道歉的。”他拍了拍手，门外涌入几个丫鬟，每个人手中捧着一个锦盒。天山雪莲，我摇头。东海珍珠，我还是摇头。南疆红玉，我继续摇头。荣植无奈：“姑娘想要什么，直说便是。”我轻叹一声：“那玉佩是我祖父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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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父传下来的，我素日爱惜得很。若荣老板实在有意赔礼，不如用这个。”我指向荣植。荣植整个人僵住，出来打拼多年，回去爹娘知道他赔个礼，把身子卖了，不得把他皮扒了。见他冷汗涔涔，我轻笑：“便拿你腰间那枚玉佩来抵。”荣植也反应过来，又被我戏耍了，只是无可奈何，解下玉佩给我。他给了玉佩，似还有话说。我勾着手晃了晃玉佩，笑道：“荣老板还不走，是想再赔我点别的？”荣植落荒而逃。我正欣赏着玉佩，门外的小厮却带来了周母遭劫的消息。她一朝成了探花郎的母亲，少不得有人巴结，送点衣物首饰。可她却有心炫耀，恨不能把所有金银首饰往身上带上，再去街上来回走个10几圈。也就是在昨天夜里，有个小偷潜入她的屋子，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。她哭天抢地去衙门报案，如今贼寇横行，抓捕困难。衙门早张贴告示，呼吁大家简朴出行，看好财物。如今周母丢了钱财，整日整夜的在衙门闹，见搬出周和镇不住他们，便攀扯到了我身上。郡守的女儿是我儿子的未婚妻。衙门的人不厌其烦，于是向我爹通禀报。我爹来问我的意见，我逗弄着怀里的小猫，笑道：“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不过他如此随意攀扯与我的关系，教我以后如何嫁人。爹，按律以造谣生事处理吧。”我爹忧心忡忡：“此事若叫周和知道了，知道又如何？他在朝廷鞭长莫及不说，如今他是做了翰林修撰，不是做了当今天子。我们按律办事，有何错处？”我爹这才放心去了。周母按律关押7天，接下来的日子很是清静。我逗逗猫狗，再逗逗荣植，生活惬意到了极点。
如今我得了荣植的玉佩，在天香酒楼畅行无阻。然而在去12雅间找荣植时，我不小心碰倒了一个花瓶，门口顿时冲出一个伙计，跪下痛哭。我家老板的祖传花瓶啊，这可是他祖父的祖父传下来的。荣植自他身后走出，气定神闲，笑眯眯的刚要开口，却被我打断。那可真是太珍贵了。我面露痛惜之色，上前几步。只是我府中近日也收支难衡。言语之间，一点点逼近荣植。荣植身子一僵。不，其实这花瓶……不如我来你这天香酒楼洗碗做酒还债。说罢，伸出自己一双葱白的手，在荣植面前晃了晃，一副认真之色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突然，身后传来一道阴沉寒怒的声音。转头看去，竟然是多日未见的周和。见我与荣植相挨的手，他仿佛一个捉奸在床的丈夫。不等在场人说些什么，周和便走上前，将我拉到身后。阁下光天化日，对我未婚妻如此轻浮，已犯大齐例律第324条。荣植闻言，展开手中扇子，换回了初见他时那副八面玲珑的神态。不知阁下是？周和冷脸。周和，时任翰林修撰，连城同的未婚夫。我连忙甩开他的手。谁承认的？谁同意的？荣植见此，眯起眼。哦，连城姑娘说不是哦。周和错愕地看着我的远离，也是这时才好好瞧见我的脸。他顿时愣在当场。小童，你的脸。下意识地伸手就想触碰一下，却被我偏头躲过。荣植的玉骨扇轻轻敲在他的腕骨，将他推开一指。男女授受不亲啊，翰林大人。他被荣植的话收回神，皱着眉又要发作。荣植轻飘飘的便堵回去。若无正当理由，荣某是否可以当成阁下是在骚扰荣某的客人，砸我的场子？荣植眯起眼，笑得客气却森冷。话音刚落，楼上楼下数十伙计齐齐回身向着这里。周和理智回笼，也自知理亏，只是轻声向我：小童，我们之间有事需要处理。我冷笑一声：我现在很忙，你若是不吃饭，别赖在这里了，去外面等着吧。周和脸色一白，却到底找了张桌子坐下。荣植近日倒一反常态，很是自觉地领着我去了楼上雅间，走的时候还给我打了7折。我一愣，铁公鸡拔毛。荣植脚下一个趔趄，耳朵间诡异地红了起来。我的话一向对周和是轻如鸿毛的，叫他等着，他不过用了饭便走。我歇了一个时辰下来，早不见了他的人影。与小桃慢悠悠逛着回了府，却见周和正坐在我爹身边，相谈甚欢。我心觉不对，果真一进门，周和便笑着对我：小童，我正与大人谈论我们的婚事呢。我一愣，转头向我爹，我爹连忙摆手说自己没同意。我松了口气。你做什么？周和温柔地看着我。我回来的路上仔细思考了你的话，你我确实已到了成婚的年龄，我这些年让你等太久了。小童，我们成亲吧。我皱眉。你是因为这个回来的？周和倒是诚实。我母亲修书给我，说她遇到了困难。原来如此，她同你说了什么？无非贼寇半夜走到，她所剩钱财无多，于是求我回来。我好笑地看着他。就这些？周母那个性子，不可能忍着我几次拒绝忽视他，甚至让我爹毫不留情地拘留他。听到我的话，周和一愣，声音放缓。母亲说你态度大不似从前，在家中这些日子并不关照她。他说的倒是委婉。那你觉得如何？我这么做可有错处？见我咄咄逼人，周和话语间已是避无可避，只能微微躬身扶住我的肩膀。我知道你在怨我，你往日恭谦善良，并不是一个不知礼数的人。哦，他说的是从前那些日子啊，那我确实算得上24孝，事无巨细。伺候他娘比伺候我爹娘还精细，因为他发现我对周和的心思后，便端起架子，动辄给我甩脸子。偏偏我还受制于系统，不能对周和身边的人恶言相向。一年冬日，中午突发奇想要吃螃蟹，我正说着，如今螃蟹已是过季，不再好寻。当下他便阴沉了脸色。那时我年纪尚小，手足无措地求助周和：伯母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你帮我和他解释解释。周和醉心念书，冷淡对我：母亲想吃螃蟹，你尽力去寻就是，何必说那些惹他心烦的？那时我四处托人，欠了许多人情，才为周母求来4两螃蟹。他倒是心疼儿子，大多给了周和。可怜我巴巴地拿了去寒的汤送去时，他们一只蟹腿也没有留给我。所以周和所说的恭谦善良，不过是我迫于系统的卑躬屈膝，抛却尊严之举。他作为受益人，自然觉得千好万好，而于我来说却是屈辱至极。到底是谁不知礼数？如今我已得到我想要的，脱离了系统的制约，恨不能将所有怨恨一吐为快。我当年少不经事，只道喜欢你便是爱屋及乌，
只要肯付出便有收获。可是你们娘俩却只做理所应当，随意支配侵占一个与你们无甚关系的女子的财产与劳力，并且从不加以感恩，反叫你母亲变本加厉，稍有不对便对我横眉冷对，大恩如大仇。周和被我说的脸色苍白，他也没想到一贯温和卑微的我竟然一反常态。诗人道探花郎读尽圣贤书，才高8斗，可你却没有修得一颗圣贤心。10岁那年，我就快要冻死的你们母子俩于危难中添衣送炭，甚至给你病死的父亲体面的送了终。人是不能忘记曾经的伤痛的，一桩桩一件件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时你记得你说过什么？我目光如炬盯着周和，周和一愣，勉力回应，却到底一脸茫然。我忽然轻笑一声，原来得利者被救者都释怀放下了，因为他如今过得太好了，只有我还因为不甘愤懑，始终有一个自己囚于过去。你说姑娘的面容是上天的错误，旁人讥笑是他们浅薄。你说我在你心里是位神仙妃子一般的人。周和回忆起来，垂下眼不敢看我。当年的话，几分求他继续帮助自己的贪婪，几分真有感动的真心。他说得清楚吗？我见他如此，心中讽刺更甚。那时怎么会不动容呢？自小独来独往的我，被人抨击面貌如鬼的我，却在那一天似乎有了被透过面皮好好看看我的心，我的灵魂的触觉，以至于此后很久，我那般亲近周和，并不完全是系统的约束。可是后来周和长大些，在我的援助下，日子逐渐优渥舒坦。人在困难里才会感受拼命抓住真心。他开始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与我疏远，却又不舍得真正失去我的帮助。我被欺负时，他不再站在我身边，反而是远远地看着，站在人群里，任我一次次投去求救的目光。他后来发现，即使如此对我，我也不会离开，于是变本加厉。周和，你说你想娶我，是什么时候想娶我的？我轻声问道。我离开京城前有没有？周和不敢应声。过去10年有没有？他嗫嚅着嘴，终究没有出声。那么是什么时候想娶我的？是在刚刚看见我的脸，没有了那块让你感到屈辱的胎记后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回答，却是从怀中掏出一枚成色极好的发簪。小童，你那些问题我现在回答不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何时喜欢上你的。只是这个发簪，我去年就买了预备送给你，10两银子，几乎掏空我所有家当，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买了。自我买下它那天起，我想送的人只有你。他神色认真，真有几分深情之意。那为什么之前不送呢？周和，你也许真的对我有真心，可是你躲藏犹豫这么久，还是不敢把它送给那时丑陋的我。你怕人耻笑，是我如今去除了那个胎记，你才终于下定决心。周和，我连城童，不喜欢懦夫。周母被放出来后气不过，来我府上找事。我好笑之下言语相激，他隔日便雇了几个人来我府上闹事。他也怪会挑时候，身手好的府兵都被我爹带出去巡逻了。我吩咐人不要轻举妄动，不值钱的让他砸去便是。你出去吆喝吆喝，找些百姓来门口围看。等府内一片狼藉后，我爹也回来了，我让他直接上报，联合这几日被周母欺压的百姓，状告周母，事情闹得越大越好，最好能捅上京城。果不其然，京中谣言四起，御史大人派人前来探查。我爹做了多年郡守，还是在乡里朝间有些人脉，此事无法善了，周和被停职代参。荣直派了许多人前来和我一起收拾府中，怕我家具损坏，采买不及，他索性先带了一批来。他也一改往日贵公子装扮，难得近日耳饰都未曾戴，挽起袖子给我修起了梳妆台。我坐在躺椅上吃着葡萄，看着他忙活；我娘坐在躺椅上吃着橘子，看着我爹忙活。府中一片热闹祥和，除了门口那个翘首以盼的不速之客。周和黑着脸看着荣直带的人一箱一箱往里面抬东西，他抓住我爹的手。荣直此人轻浮，大人真要将小童许配给他吗？我爹也是恼了。你娘带人给我府上砸了，你也好意思过来和我谈亲事？此事是我娘不对，我已劝告过她，日后定不会再如此。他十分恳切道。大人，你知道的，小童他是自小只喜欢我的。我爹是又想打他，又怕传出去不好听，我只能从舒服的躺椅上起身。周和，要我嫁你，也不是没有回转的余地。周和眼中燃起希望的光芒。第一，让你娘来和我道歉，直到我接受。第二，最近诸事不顺，我心里烦闷燥热，想吃西瓜。第三，荣直送我一块南疆红玉，求我定亲，你能给我什么？周和沉默一会儿。好。然而我等了好些天，也没等到周母来道歉，我以为荣直是放弃了。这时却有一个商人用了2个西瓜送来。时近冬日，荣直也不知道去哪儿找的。西瓜上贴了一封信，
小童，望你书信。信纸撕了，西瓜吃了。又过了7天，周母还是没有来道歉。我却等来了瘸腿的周和，他拄着拐，早没了当年马上探花郎的潇洒身姿，只是眼里的光却似乎炽热了些。他手里拿着块手帕，包着个什么，很是殷勤地献到我面前。打开才发现是颗通体润泽的珍珠。小童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东海鲛珠才能与南疆红玉相比。他说话的间隙，我低头看见他原先握笔拿书的手，此刻布满一道道划痕。你出海了？周和一愣，苦笑道：是，只是运气不好，落水寻珠时被大鱼咬了一口。说罢，他眼中又燃起希冀的光芒。可我只要想着能回来见你，你就会愿意嫁给我，我就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回来。我如今站在台阶之上，看着他身有残缺，执迷不悟，忽然间像是看见了我的影子。你还有最后一件事没有完成。周母如何会来给我道歉？从前不会，看到周和为我断腿时更不会。他对待周和如珠如宝，把他几乎恨不得捧到天上去。这是他们家的探花郎，是他们家的官爷，如今却被这样一个人弄得残缺不堪。他恨不得杀了我。周和说服不了他，他可以四处托人，散尽钱财找关系，去找一个根本不能结在冬日的西瓜，也可以一介文弱书生下海捞鲛珠，断腿伤手，未有放弃。但是他唯独不能改变别人的心意。我提出的第一件事，他完成不了。周和眼中的光一点点暗下去。元宵灯会，周和邀我同游西市。路边有无知孩童看到他补着腿，天真道：娘亲，为何这位漂亮的姐姐身边是个瘸子呀？妇人捂住孩子的嘴，忙道一声对不住，连忙走开。周和愣在当场。从前叫人艳羡的俊秀探花郎站在高处，是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。小童，你从前也是这样的感受吗？我摇头，笑得轻快。自然不一样。这样的话我听了20年，而你一次也没有像这样站在我的身边。他放了个河灯，思来想去，写了自己官复原职，添了一句：连城同日日欢喜。静默的河边，他轻声道：小童，若我说我是真的知错了，我知道自己的感情了，我喜欢你，自你10年前救下我时，我就喜欢你。我从荷包里拿出那枚润泽的东海鲛珠，在夜里熠熠生辉，它被轻轻放在周和的手掌中。太晚了。我转身离开时，周和突然道：小童，你说我是懦夫，又因为你的脸变好看了才有胆量爱你，那么你怎么肯定荣植不是个懦夫？他愤愤不平，他不理解，他与荣植是时间错位了。若是荣植遇到的是丑女连城童，他会喜欢她吗？若是他遇见的也是如今没有胎记的连城童，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喜欢她。周和，你还是没有明白，我耿耿于怀的从来不是你没有喜欢上有胎记的我，而是我付出一颗真心，你却从来没有想着要对我好一些，一次都没有。我不要他喜欢我，不求他打破世俗流言与我在一起，我只希望我不要每一次求救的眼神都被他忽略，我不要每次看向他，他都叫我失望。周母在屋外骂我的时候，他可以阻止的；众人奚落我的时候，他也可以阻止的。所有人都在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时候，他哪怕说句不要妄议呢？可是他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3月之后，我与荣植大婚，周和被贬官去萧县，往日种种最终还是画上了句号。